小桃是个标准的社畜海后，拥有5个专属双排搭子。周一的陪玩是精通营造浪漫气氛的 B 君，他总是让小桃享受到公主般的对待。周二遇到的 C 君在制造业打拼，他耐力惊人，俗称一夜七次郎。周三将见的是打工仔 D 君，既年轻又可爱，最重要的是治愈力满分。周四是神秘富翁 E 君的日子，他的双排技巧十分高超，总能带给他新奇的感受。小桃最期待的是周五，因为那天他要见最爱的 A 君。腐女小梅问他是否想找个结婚对象，小桃觉得大家更多是真诚的相处，作为游戏搭档，恋爱似乎不太合适。正在这时，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快27岁了，快到30岁的急感让他心慌。小梅建议他去相亲大会试试，这让他稍微平静了点。身边虽然男人不少，但去相亲大会还是头一遭，小桃还是有点紧张。第一个出场的是个年薪450万的公务员，条件还算不错，就是稍显无聊，这么大还玩4驱车，整场都在自说自话。第二位年薪400万的职员，经济实力还行，可脑筋似乎不太灵光，说话常让人摸不着头脑。第三位从事餐饮业，年收入有500万，看起来有点不自在，一见面就没完没了的擦汗。他问小桃爱吃啥，小桃突然觉得生活索然无味了。直到最后一个选手出场，他才感觉焕然一新。相亲现场出现这样的帅哥，他立刻觉得自己还有希望。俩人一拍即合，赶紧睡了一觉。醒来却发现他手机屏保是一家3口，原来这男的已经有家室了。他一看手机消息，突然他想起老婆叫他去接孩子，虽然挺慌的，但还是记得留一下联系方式，这让旁边的小桃哭笑不得。相亲大会一塌糊涂后，小桃意识到相亲真不适合他。正当他灰心丧气时，突然接到了君的约会消息，这下原本郁闷的小桃一下子又兴奋起来了。小桃最爱的双排伙伴，不仅学历高长得帅，还很会做饭。唯一不同的是，他玩游戏时总喜欢弄些新鲜花样。尽管这样，小桃还是很喜欢他，毕竟他是心爱的 A 君。男人醒来一刻，突然发现双手被绑得死死的，还没来得及反应，一个手持菜刀的女人慢慢地走到他面前。松田是个情场浪子，总是和不同女人调情，每次有人想变正事时，他总是感到难过。这天他接到了亚子的短信，只想和人家玩玩的松田不懂为啥女人爱纠结。亚子还在单恋松田，苦苦等他的回信。这时手机突然响了，他以为是松田，结果是个广告。睡不着的他只好去喂松田爱的小仓鼠。第二天松田来到亚子家，终于见到心心念的人。亚子既高兴又有点气，他担心松田不会来找他，还追问松田有没有新女友。这心头的不满，松田一吻就轻易解开了。等松田睡沉了，亚子忽然睁眼，他抓起松田的手机，用脸部解锁，发现松田请了1周假。接着他发现松田和叫小华的女生最近互动挺多，隐约猜到真相的他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，因此发生了开篇的那一幕。看着锋利的菜刀，松田害怕亚子一时冲动伤人，幸好对方只是冷冷的转身走了。松田心里依然有点怕，但生理需求逼得他忍不住叫亚子。亚子毫无表情地放下菜刀，很是体贴地给他换了位置，接着还一手一口的喂饭，甚至帮他刷牙。对松田来说，这种皇帝般的待遇是头一遭。夜幕降临时，亚子变得更加积极。他这么做的原因，只想和松田待满24小时。一整天的帝王体验后，松田由白天的惊慌变成晚上的偷乐和享受，亚子却是满脸不可思议，因为第二天发现松田的手绳竟自行松开。松田解释，他是从网络上学的解绳技巧。看着这个深爱着自己的失去理智的女性，松田终于决定隐藏自己的野心。他承诺下周内不再寻找其他的女性，于是他们开始像情侣一样生活。亚子工作时，松田会帮忙洗衣和做饭。每天早晨出门前，亚子总能得到松田甜蜜的一吻。回到家后，我们还能穿情侣睡衣一起看电影呢，甚至接老板的电话。松田居然说他和女朋友在一起。那一刻，亚子感到心都碎了，眼泪忍不住在眼里打转。突然间他感觉自己这一生好像没自由过，可惜美好不长久。1周后，松田对亚子说了再见，亚子依依不舍，但松田告诉他不遵守分手约定，他就要报警了。临走时，亚子求松田最后吻他一次，这一吻便是永别。对海王来说不过是短暂停靠，而对亚子来说，这是他通往幸福的第一步呢。面对邻居大妈的怪异举动，第一次恋爱就被吓坏的男生阿胜因为前女友出轨，
而且从未沾花惹草，因此有了严重的处女情节，总梦想着找个清纯的女友。放工的阿胜一到家门口，就瞧见一双陌生的美腿，他小心地靠近查个究竟，原来那双美腿是邻居小烧的，他急忙过去搀扶，却闻到一阵难闻的气味，回头一看，小烧家竟然满是垃圾。当小烧醒来，发现房间焕然一新，还有阿胜在忙着煮饭，他马上明白了，这段时间因为爱情的事情，整日昏昏沉沉，甚至不去上班，面前那碗热腾腾的白粥，是他长久以来首次体会到的暖意，这份温暖让他泪流满面，他哭着表达感激。虽然阿胜说邻里之间应该互助，他依然坚持要给些钱作为感谢，阿胜赶紧拒绝了。没想到小烧竟然想用身体来表达感激，只谈过一次恋爱的阿胜当场懵了，他赶忙逃了出去，正巧撞见找他的女装大佬小雪居住在垃圾堆旁，还用身体来感谢别人。小峰一听便觉得女邻居不正经，但阿胜不这么看，两人最后吵架散伙了。第二天，阿胜把昨晚的事跟同事松田讲了，松田凭自己多年泡妞的经验，也感觉事有蹊跷。这时候，小烧突然打来求助电话，一见面，小烧就扑进阿胜怀里，他希望阿胜能陪他去上班，感觉到女人的依赖。此刻的阿胜心里暗下决心，今后一定要好好照顾小烧。上班路上，看到小烧紧张害怕的样子，阿胜的保护欲愈发强烈。这时，小烧突然停下步子，阿胜有点错愕，原来小烧的所谓澡堂工作，竟是风俗店的泡泡浴，这直接冲击了他的认知。阿胜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人生。就在这时候，刚泡完浴的松山意外出现，当他看到跪在地上的是同事阿胜，吓得不敢出门，但店规是消费后必须离开，于是他还是被员工推出门。幸亏那时阿胜没注意到他，自从松山在漫画界小有名气，他去泡泡浴见星星的频率就增多了。明知对方是风俗从业者，他还是按捺不住内心的渴望。同时，海后小桃面临了不测，他的双排档有义军因为股市亏损深陷困境，在失落中经小桃鼓舞，竟然提出了恋爱的要求。一边是用钱换爱的男士，另一边是用爱换钱的女性。松山花重金请风俗女星新泡温泉，不吝斥资100万。对舔狗桂莎而言，这绝对物有所值，星给的情感价值很高。无论在车中还是游览景点，星星总是紧握着他的手，这种紧密的接触让松山深感完美女友带来的幸福满满。此刻的松山心情如春日般明媚，但星星去泡温泉时，却庆幸有大冤种作伴。另一边的阿胜，一想到女友是泡浴小姐，内心便痛苦万分，愤怒至极。正当此时，小烧发来消息，想晚上见他。极度愤怒的阿胜决定好好教训他，但他们一见面时，所有不满一扫而空。对方不只赞他英勇善良，还送他一份小心意。看到这么可爱的小烧，阿胜哪有心去伤害他？最关键的是，对方还主动向他示好。阿胜愣了一下，随后感动得泪流满面，甚至感激涕零。突然又想起小烧那不寻常的工作，身为意气风发的年轻男子，他实在无法忍受，所以他希望对方能辞职。小烧坦白说自己尝试过其他工作，但因为手脚不够灵活，总是被解雇。这份工作不但有收入，还能有休息时间，因此他认为更适合自己。小烧还特别强调会优先考虑男友的感受，可阿胜心里那道坎还是过不去，于是转身就去找熟悉的女装大佬小峰倾诉。明知道小峰对他有意思，他却聊起了小烧，这样做多少有些残忍。不过小峰还是说，不管阿胜现在喜欢谁，只要最终回到自己身边就好。这真是既自信又看得开。第二天，阿胜找到了小烧，他没想到小烧昨晚服用了大量安眠药，此刻还有点糊涂，把他一拉进屋，立刻就贴在他身上。阿胜竭力镇定自己，却没想到小烧把他错认为老客户。更出乎意料的是，小烧竟直接开始了他的专业动作，这让阿胜彻底吓坏了。出了屋子，想着刚才的事，单纯的阿胜久久不能平息。小桃那边和义军短暂交往后，对方之前买的烂股突然暴涨，让他又变回富翁，但他们最终还是分手了。失而复得的痛苦让小桃忍不住流泪。正当他心碎难过之际，心爱的 A 君突然发来见面邀请，原本以为能愉快玩游戏，没想到又遭受重击。A 君宣布了自己的婚讯，这让小桃彻底崩溃。就在他路边坐着哭泣时，意外遇到了海王松田。更出乎他意料的是，对方竟向他告白了。幸福来得太快，好似龙卷风，小桃一时间有点懵，以为对方只是安慰他，说出来的话
却变成了，那我们就先交往着，当做朋友。次日上班，小桃偷瞄松田，心里花痴，明明认识已久，今天却觉得松田异常帅气。他发消息给对方，一起约松田回家，但回到家后干啥又成难题。作为曾经的海后，小桃和男生在一起，唯一能做的就是打双排。晚上松田来到小桃家，不经意间聊到小桃的前男友义军。提到义军，小桃很是激动，松田赶忙安慰说义军真没眼光。氛围马上变得有些微妙。这时门铃忽然响了，打开门竟是 A 君，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，两个男人眼神里满是敌意。最后因为小桃犹豫不决，两人最终都走了。提到 A 君，他其实是个标准的三高人士，不仅学历高、身高高，还有高收入，还有个超可爱的女朋友。只是他有个古怪的爱好，喜欢玩 SM 游戏。既然不能对女朋友这样，只好找小桃释放压力。现在连小桃也离他而去，还把他拉黑了，这让 A 君一时间难以接受，于是忍不住去找小桃。看到小桃跟松田在一起，心里感觉挺复杂的。小桃那边也很纠结，想跟松田好好相处，但又搞不定鱼塘里的麻烦，这让他挺头疼的。突然松田发来消息，邀他去他家玩电游。本来是普通的小约会，但到了后头脑子里全脑子想的就是游戏画面。晚上小桃去了松田家，俩人边玩边聊天。正聊得开心时，先是小桃被义军的来电打扰，紧接着松田手机也响了，是他妈打来的牢骚电话。松田借工作话题草草挂断。松田对小桃说，妈妈心情不好，遇事便打电话找帮忙，老是得哄着安慰他们，渐渐的就习惯了。现在只要看见不开心的女生，就忍不住去安慰她。小桃也承认自己和男生关系混乱，但她不想和松田也这样，她想认真谈一场恋爱，于是向松田提议，两人先试着正常交往3个月，稍后再考虑越界的事情。眼前这位跟小撒长得很像的肌肉汉子，最近心情不太好，因为他可爱的邻居最近请假在家，也没联系他。阿胜很是担心，因为上次小烧向他表白，他没给予回应。作为一个看重初恋的男人，他还是在意对方在泡泡浴工作这件事。泡泡浴，阿胜没意识到，他提起泡泡浴，总能触动桂山的心弦。晚上桂山找到女神星星，问他想不想辞职，还说想跟他永远在一起。话没说完就睡着了。星星自然不当真，只觉得桂山有点傻。阿胜终于释怀了，回到家，即使小烧在泡泡浴工作，他还是想和他交往。他急忙跑去隔壁找小烧，但敲门却无人回应。一进门发现小烧已经搬家了，纠结半天，原来人家已经搬去外地了。阿胜直接懵了。失恋那天，阿胜泪流满面，幸亏小峰在身边安慰。就这样，他的夏日恋情画上句号。次日，松山告诉大家，大楼要紧急进行安检，无法上班。结果大家获得1天假期。看到阿胜失恋，众人决定陪他好好玩一玩。阿胜想去吃烤肉，这建议挺好的。烤肉呈上，氛围立刻热闹起来，大家盛夏末，痛快玩乐。阿胜突感忧伤，不确定明年是否依旧。小桃叹道，说不定明年有人婚了呢。小梅坚称自己绝不屈服于催婚压力，她决定以松山为榜样，努力打拼事业。趁大家注意小梅时，小桃偷偷解封了 A 君账号，看到收到的信息，她直接露出了微笑。这一幕正好被松田看到，气氛稍显尴尬。晚上松田找小桃聊天，问她是否还念着 A 君。小桃正要道歉，松田倒是直言自己还念着前女友，真是养鱼的都一个样。两个人不相上下，之前还提过试试看交往，突然间就结束了。纪念一下吧，我们俩那段不为人知的短暂时光。本来打算告别时来个吻，结果被阿胜给打断了。就这样，大家在烟花下开心的笑个不停，好像瞬间忘了所有烦恼。这辈子就将就了，下辈子再好好过。欲望小桃是特别有需要的一位女王，曾经有5个双排搭档，最后还是被海王松田赢了。约定的3个月纯爱期满了，小桃迫不及待要松田来家里玩游戏。松田答应后，他那颗寂寞的心终于得到了些许慰藉。但现实往往出乎意料，玩着游戏，松田突然抓住了小桃的手。正当他以为这是游戏中的一个信号时，小桃赶紧反思，自己已经用湿巾擦过身体，体毛也处理了，刚刚还偷偷刷了牙，看来接下来没问题。于是他羞红脸回了松田一条情话，不料松田却问他下一步怎么办。这一问他一头雾水，原来松田是在问游戏下一步怎么玩。知道真相的小桃真想找个洞钻进去，他忍不住想，
难道只有他想双排？完全搞不懂。但一转头看到松田完美的脸，失落感顿时被满足取代。于是他们平静地共度了一晚。临走时，松田还回来给了他一个温柔的吻。这个吻让小桃特别兴奋。那晚他做了个怪异的梦，梦见自己重新和 A 君玩起了老游戏。醒来后他感到非常难受，想要减轻自己的内疚，匆忙地打开了手机，找到松田的照片，然后对着照片一遍又一遍地说起了对不起。而阿胜在另一边，自从现实离开后，他便总是睹物思人。作为一代海王，松田很理解阿胜的心情，因为他明白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，而这也是他迟迟不肯和小桃发生关系的原因之一。但在阿胜心中，这些观点完全站不住脚。他觉得跟喜欢的人做那种事，不管多少次都觉得幸福。对此，松田无奈地称赞阿胜是好男人。松田晚上一个人走在街上时，突然接到了一条约炮的消息，这让他感到很头疼。为了避免麻烦，左右为难之下，他挑了个最省事的办法，暂时搬去阿胜家住。原本以为接下来的夜晚可以安稳，谁知门外忽然响起脚步声。一开门竟看到女装达人小，他最爱干的就是勾搭直男，阿胜正是他的目标。可阿胜对这事不感冒，他只钟情于温柔的风俗女小烧。即便这样，小峰仍旧爱着他，连他的打呼声在小峰眼里都很可爱。所以当松田识相让开后，他就毫不犹豫地依偎在阿胜身边，沉浸在那男人的怀抱里，感受着那直达心头的满足感。此时睡在地上的松田希望小峰能既往不咎。小峰承诺一直陪伴阿胜，就说要永远守在他身边。话音未落，突然阿胜看到小峰躺在他身边，一时间愣住了。他不懂为何小峰会在他旁边睡。小峰反问是不是应该让他睡地板。阿胜吓得赶紧逃跑了。小峰紧追不舍，紧紧抱住阿胜。这一抱竟让阿胜久积的荷尔蒙开始躁动，但很快他冷静下来，因他无法自欺，看到阿胜忘不了小烧，小峰只好退一步，请求对方抱一下自己。这次阿胜终于直接回应了小雪的爱意，虽然答案令人难过，但至少让小峰看清了自己还比不上前任。在另一方面，桂山在闲时突然记起了风俗女星星，便决定跟随自己的心，预约了可爱的星星，给她带去些温暖。他正想采取行动，却被风俗店员工告知星星因身体不适提前离职。这突如其来的坏消息令他顿时崩溃。第二天，他看到星星的请假通知，桂山心里像被猫抓似的难受。他甚至发了红包给他，却只换来了一个已读回执。他假借朋友之名向助理询问男女之间的事，可回答都不太满意。而玉女小桃与海王松田现在仍是纯爱阶段，两人最亲密无非是拥抱，他们都有默契的保持距离，到了睡觉时间就各自散开。小桃很喜欢这稳定的恋情发展，因此决定放下过去，向游戏小队说再见。大多数人都表现出理解，只有义军没回应。正当小桃困惑时，门铃突然响了，来的人是义军。面对义军突然的告白，小桃顿时呆住了，但他心里有松田。为了防止误会，他急忙打电话叫松田来自家。此时义军正纠缠着小桃，面对这种无耻之徒，小桃直接发飙了。于是义军识相的走了，恰巧遇到赶到的松田。情绪平复后，小桃对松田说自己已经断绝了游戏伙伴，希望对方也能这么做。小桃的话让松田颇感意外，甚至有点难为情。这种犹豫不决让他一时间面对小桃都有点难，只好用冷漠掩盖心里的伤痛。晚上，松田给小桃打了个电话，说前女友从国外回来了。小桃察觉到了话里的意思，他让松田做好决定后再告诉他。挂掉电话后，小桃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。海后与海王的对决，最后输给海王，我似乎想彻底放纵一次。女装大佬邀海后到酒店，打算好好放松一番。房间布置既豪华又舒适，尤其是那床弹性超好。小谢说这是第一次带着纯洁心情来酒店，小桃非常赞同这种感觉。他总把酒店视作战场，俩人享受了个舒服的洗澡，接着轻轻喝上一杯，当然诱人的蛋糕必不可少，然后唱起了愉快的歌曲，聊起了彼此的恋情。结果意外发现他们都被前女友打败，于是迅速变成战斗的伙伴。这时的阿胜和松田像是有种预感，俩人不约而同打了个喷嚏。第二天，小峰和小桃结束了愉快的聚会后，在回家路上偶遇了小雪的姐姐圣罗，没想到她正是小桃在酒吧遇见的那位。真是太巧了，小桃竟然和这家人都有关系，原来圣罗还是小桃的一夜情对象呢。哥哥帝君是小桃打游戏的搭档，弟弟小峰竟然成了她的闺蜜，
真是难以解释的缘分。看到圣罗娜帅气的脸，小桃心里像小鹿乱撞，但理智告诉她别忘了自己有男友。另一边，海王松田今天精心打扮，因为他要见的是刚回国的前女友。一见面时，他深情地说了一句话：好女人总归是迟到的。看来虽然我的前女友长得普通，却让那些魅力四射的松田难以忘怀。原来是有原因的。他自信、阳光、滔滔不绝，认为和松田一起去法国生活对他来说很简单。但松田却说对国外的生活完全不感兴趣。想到小桃那极其悲惨的样子，松田都傻眼了。于是他对前女友说，其实我已经有女朋友了。这让前女友尴尬不已。不过临别时，前女友还是希望松田考虑一下跟他一起去法国的事情，只要在下周2之前回复他就可以。圣诞节马上就要来了，那天恰巧是周2。见过前女友后的松田对小桃依然冷淡，他没有给小桃任何明确的答复，只是跟他说自己周2得去送前女友。局中人的小桃没明白这意味着什么，只觉得松田要离开他了，心情低落，他只能靠加班来分散注意力。下班后，小桃自己来到天台，他忍不住开始难过。这时他听到了熟悉的声音，心情复杂的回头一看，正是松田。松田这次终于直接回应小桃，他说虽然去法国不错，但感觉自己和前女友已经是2个世界的人了，所以他最后还是拒绝了前女友的善意。爱情常像电影一场戏，每个人登场时机真的很关键。小桃刚好出现在对的时间，成了最适合松田的人。回想起昨晚和松田的热烈吻，小桃总会沉浸在难以言表的兴奋里。虽然2人关系有了深入，但第2天见面还是觉得尴尬。这暧昧的一幕真有点甜蜜，正好被旁边的腐女小梅看到。为了打破那种几乎结冰的氛围，小桃赶紧转移话题。她跟小梅说最近找到一个好玩的性别转换 app， 这个话题成功吸引了小梅的兴趣。小梅变成男生的样子，看起来挺帅的。然后小梅也给阿胜拍了一张，阿胜一看过来感觉有点恶心想吐。不服气的阿胜拍了松田一张，结果显而易见，他给人一种轻浮的感觉。相比之下，小峰差远了。小峰的长相正合阿胜的口味，可他就是无法接受。松田告诉他，在真爱面前，性别也不必这么严格划分，但他依然无动于衷。不知道小峰也很受欢迎，一个名叫葛忍的大学生正是其中的追求者。为了给小峰买杯水果奶茶，特意跑到1公里外，而且他对小峰的爱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。面对他那近乎疯狂的表情时，小峰还是有点难受的，但一想到阿胜那个狠心汉，他就被愤怒淹没了。这种愤怒也提醒他，阿胜是他真正爱的人。所以当葛忍告白时，小峰冷酷地拒绝了。没想到对方不但不伤心，反而激动得像是嫉妒，真是有点变态。星星换了一种生活方式，不再是之前上班那种光鲜亮丽，宅在家里已经1个多月，变得有些颓废。他并不知道桂山曾为他购买过一张高级水床，已知道他家住哪儿，还溜到他家楼下了。可他那奇装异服马上就招来隔壁大姐的注目，再加上他心虚的解释，难免让人怀疑他。松山急忙放下礼物，像逃犯似的逃走了。晚上星星收到小烧的视频通话，对方说现在状态很好，过着朝9晚5的生活，不用再吃安眠药了。他天真的告诉星星自己有2000万存款，即使星星来了也无妨。第2天醒来后，星星急切地查了邮件，收到了小烧的一封，里头有一沓钱和纸条。这份单纯而真心的友情深出了常戏弄感情的星星。但他刚到家门口，意外看到松山的礼物是一盆仙人掌，还有价值5万日元的游戏礼券，这让他挺开心的。但卡片上的话却让他感到恶心。所以要知道，感情不是越深越好，有时候会事与愿违。苹果在那方面有点特别。第一次见小桃，他就吓人的说了一句，我可以在想象中把他弄得不成样子。不过他这种另类的癖好，这只存在于他的漫画里。没想到有一天被男友意外瞧见。小梅家里，苹果想暂借一脚，因为她害怕回家后男友可能会提出分手，毕竟她的怪癖程度已经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，男友肯定会被吓走。喜欢同类型漫画的小梅自然理解她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苹果的男友突然来找她，诚恳地请求她和他回家。但苹果还是不敢相信男友能接受那么奇怪的自己。于是男友决心一横，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决定。这让苹果感动得泪流满面，忍不住扑向全心爱她的男友，亲眼见证了这种前卫而温暖的爱。这让一向坚持单身的小梅非常羡慕。阿胜刚回到家门口，就碰上一位不请自来的女士。这女人就是来找小烧的神秘女士。阿胜原本想让她喝完茶后快点离开，没想到她居然死赖着不走。黑色的木椅搁在阿胜的肩膀上，他
他说如果找不到小烧，自己就没地方睡了。随后又对阿胜使出致命的诱惑，让阿胜陶醉不已。黑幕开始脱衣表达诚意时，阿胜顿时慌了。作为君子，他果断答应留宿。次日，阿胜把这事告诉了海王松田。看见基友走出失恋阴影，松田很高兴，但看到陶醉的阿胜，松田又开始担忧了。问问阿胜听没听过美人局。阿胜这才回过神来，他对松田说，自己为了稳妥，把钱包、存折和硬件都带出来了。但松田却说，阿胜虽做得不错，可家已经被占了，这让阿胜不禁开始担忧。他却不知道的是，黑幕正在家里大肆搜索东西。等阿胜一回家，整个屋子就像被闹过一样。细看之下才明白，都是黑幕搞的鬼。只因为他钟爱的泡泡浴女郎没来上班，心里难免感到空虚。好在边上有小助理在鼓励，桂山这才能重新振作起来。为的是改变这局面，蜜柑引导桂山开始了特训。训练了一段时间后，松山的变化相当明显，不仅粉刺消失了，连脸型都清晰多了。桂山感慨地说，这辈子从没瘦过的他，如果能成功减肥，也想变得像蜜柑那样自信。没想到这是一句简短的赞美，却让旁边的蜜柑乐了一整天。腐女小梅最近感觉生活索然无味，何况还要谈漫画创作。晚上妈妈电话让她去相亲，她本来很抵触，直到妈妈说对方也不感兴趣恋爱，好奇心作祟，小梅按时到了相亲地点。她此刻有点紧张，只要想到相亲可以变成漫画素材，小梅觉得这次来总归不是白费。初见时两人都挺紧张，为了避免尴尬，山虎不停地喝水，直到话题转到动漫，气氛慢慢热络起来。两人聊得越来越投入，越聊越激动，距离也渐渐靠近了，让两人都清醒了。临别时，山虎直说由于性格内向，从没恋爱过，只是为了显得强硬，所以对父母撒谎说对恋爱不感兴趣。没想到今天竟遇到了志同道合的小梅，借此机会，他鼓起勇气向小梅表白，希望能和对方成为朋友。小梅也高兴地接受了。而小桃此时还在加班，突然松田走了进来，还体贴地给她带了一份礼物。小桃一打开，发现里面是之前和小梅聊过的那款甜品。看到松田这么体贴，她立刻感动了。感动过后，她突然感到恐慌，担心一旦越界，温柔就消失无踪。小桃不知道，正是这个担心，让松田不敢与她更进一步。正当小桃沉浸在爱河中时，以前的玩伴突然出现。原来碧君要回家祭祖，希望小桃能陪她一起回去。虽说对方动机是笑虚，只不过这次是扮演女友，小桃还是挺犹豫的。最后她找了个去泡温泉的借口，向松田请了假。第一次见面，新来的小桃就被吓了一跳，没想到碧君家里居然有占卜师，一有不合就让抽签，如果抽到好运，小桃能享受到山珍海味，万一抽到倒霉签，会受到比狗还差的对待，这让小桃难以接受。好在她运气还算好，抽中了大吉，于是成了贵宾。晚上碧君妈带来了养生茶，小桃非常感激，但碧君却不让她喝一口，然后带她去床上。碧君告诉小桃那茶里加了春药，然后假装和她很亲密，因为碧君知道父母肯定在暗中观察。等到听不到脚步声了，碧君才放手。她向小桃讲述了家族的故事。有了占卜师后，碧君从小就不得不做许多不愿意的事，甚至连女友都被他们搞散了，所以她才长时间不回家。第二天，算命的送给小桃一个戒指，小桃实在不能接受，又不好直接说拒绝，于是她机智应对，说婚戒还是想让碧君买给自己。大家这才罢休。明明是临时的权宜之计，但旁边的碧君却不知怎么的很开心，发给松田的旅行照，松田压根没看。小桃正担心事情败露时，碧君突然夺过他的手机，还告诉他其实也希望成小桃的首选。看对方不吭声，碧君赶紧解释说开玩笑的。小桃不知道的是，他刚转身那刻，碧君露出了苦笑。而阿胜自从遇上神秘的黑幕女士后，他就住进了他的家。松田出于好奇偷偷跟了上去，突然掀开窗帘，那个熟悉的身影瞬间让松田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。他赶紧跑了出来，原来黑幕竟是松田的亲姐姐。为了救阿胜，他给小峰打了个电话，但小峰不想搭理这个负心汉。松田急忙解释那女的很危险，已经超出了普通纠纷了，阿胜可能会有生命危险，但小峰依然不愿意去理会，觉得没必要去做这种事。这时忍忽然跳出来，鼓励小峰去救阿胜。哎呦，你这不就像喜欢夫犯的错一样吗？这时候阿胜刚和黑幕从浴室回来，想起松田之前提醒的美人计，阿胜就觉得不安，于是他赶紧提醒自己的保持头脑清醒，然后追上黑幕，问他是不是骗子。
结果被黑木巧妙反制。尽管知道黑木话里有假，控制不了自己那颗躁动的心。正当阿胜胡思乱想时，小峰突然出现了。意外的是，黑木率先出击，直言不讳地揭露小峰是女装高手。这话正中小峰的软肋。看到小峰和黑木吵起来，阿胜觉得挺尴尬，但面对黑木的撒娇耍赖，阿胜实在没招儿。为了保住最后的尊严，小雪假装豪爽地告诉阿胜，只是来炫耀新男友。说罢悲伤地离开。回家后，黑木在阿胜睡熟时，偷偷用他的手机给松田发了一条信息。松田一看，像是见到了什么骇人的东西，吓得手机都扔了，正迷茫该往哪逃，没料到突然撞见亚子。作为松田的老实铁粉，亚子依然挂心他。得知他想躲避欺负自己的姐姐，亚子把松田接回家，不只给他之前的就医，甚至希望还能继续保持联系。但现实给了他当头一棒，松田告诉他，他有了新女友了。亚子听后很受打击，他不懂，明明当初是为了前女友才分手，结果最后他竟然和同事恋爱了。看到亚子难过的样子，松田好像看到了黑木责怪自己，他就陷在那痛苦的回忆中，一直在说对不起，甚至有了轻生的想法。幸亏亚子及时让他清醒。这时亚子突然意识到自己心爱的人正在遭受痛苦，而他只顾着自己的感受，于是急忙上前去安慰他。第二天，松田正打算离开，没想到突然接到警局的电话。到了警局才知道黑木因为骗保被捕了，姐姐入狱后他总算松了口气，只是面对痴情的亚子，松田多少感觉尴尬。幸好亚子想开了，面对松田离开，他没太纠缠，而是决定放手。另一方面的惠山，因为挚爱的风俗女星星一直没去上班，她心里焦躁不安，拨了个电话给风俗店，得知星星已经辞职离开。一声凄惨的嚎叫惊动了小桃和小梅，他们跑到现场一看，勤劳的惠山已经倒在地上，口吐白沫。显然星星的离开对桂山打击很大。不一会儿，桂山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，接了个活儿，叫小梅帮忙多关注下。可小梅一看，直接傻眼了，原来这活儿太难，急需明天交，他们3个人完成真困难，不过现在只能硬扛。小梅赶紧安排了工作，忙活了3个多小时，小桃的眼睛开始闪闪发亮。小梅在旁边加油鼓劲，桂山还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。他们一团糟的时候，松田处理完事情赶回来了，临时顶上的小梅差点激动地哭出来。这时小桃看到男友回来，心里的烦躁立刻平息了。请假的阿胜也赶来了，松田想聊聊黑木的事，但阿胜觉得先干活更重要。凌晨1点，大家还在加班，小梅忽然听到一声怒吼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桂山爆发了。在他的影响下，所有人都拼了，终于在最后期限前完成了订单。小桃和松田终于抽出时间讨论这几天的种种，他们本着真诚的原则，相互坦白了一些事情。原本说好的3个月纯爱互动，时间不知不觉已经超过，现在他们准备更进一步。恰在2人关系即将升温之际，阿胜突然打来电话，这家伙说刚完成的订单要改动，大家又要回去加班了。松田对此感到很无奈，但小桃却失控了，盼望了那么久的双排游戏就这样黄了。虽然我因为多种原因和过去的炮友见了面，但我真没干啥对不起良心的事。